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橙子，欢迎收看本期来电聊车。那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一款什么车呢？就是它了 ，ES8 的6座版本。那 ES8 呢，之前推出了7座版车型，如今的6座版车型售价为45万6千元起，比之前的7座车呢贵了8000块钱。那到底这两款车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。首先来看外观。在外观方面呢 ，ES8 的6座版本跟7座版没有变化，依旧是 X-Bar 的前脸加上巨大的毫米波雷达，侧面是21寸的轮圈、隐藏式的门把手，还有3010毫米的很长的轴距。车尾呢依旧是中规中矩的设计，最主要的变化还是在车内，所以现在我们去车内看看。来到车内，这台车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，它符合一台40-50万的中大型 SUV 的档次啊，触手可及之处都是真皮包裹，而且呢很舒适。其次，10.4英寸的中控屏，8.8英寸的全液晶仪表，还有这个 NOMI 都给我一个很高的科技感。而且这台车的储物空间也给我了一个惊喜啊！首先在这块不仅有无线充电装置，而且它的这个手机的放的位置很科学。门板上还有底下也有很多的储物空间。其次呢，它的这个硕大的扶手箱真是惊着我了啊！我这里准备了一个15寸的苹果笔记本电脑，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就真的完全可以放进去。虽然还盖不太严，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中央扶手箱空间已经完全足够了。而且它在下面的位置也有一个很大的储物空间，可以看一下。拿苹果笔记本给大家量一下，这里还有一个挂钩啊，所以说这台车的储物空间，我觉得还是非常让我满意的。那说完了优点呢，我们来说一点点的小缺陷。首先就是我觉得黑色的塑料饰板的部分呢，有一点指纹收集器的感觉，都不说它这些屏幕啊。其次呢，它这个屏幕的黑边，我觉得有点宽，感觉档次感呢稍微降了那么一点点。如果你想想，苹果都变成头发帘了，它的发型是不是也应该变一下呢？那这一块呢，再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它 OTA 升级方面的事情。现在呢，这款车已经有了360度全景影像，还有定速巡航，还有车道偏离预警等等一系列功能。而未来呢，像自适应巡航，还有自动泊车等等功能还在来的路上，所以如果您现在选购这台车呢，它的硬件已经标配的很不错了，但是有一些软件呢还并不能完全实现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去到第二排来看一下它跟7座版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。来到第二排啊，首先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痛快。这个巨大的全景天窗让我视野很开阔。第二就是配置还是很高的。首先这块有空调温度的调节，那出风口呢在这里，这边有一个。其次呢，这边有2个 USB 接口，我理解是可以给第二排的人用。那这块还有 USB 接口，如果第3排有人的话，也可以使用，还是很方便的。这块还有放手机的储物槽，而且呢，这2个座椅给我感觉设计还是比较用心的。首先，这块有一个隐藏的很精巧的杯架啊，放一杯水完全没有问题，轻轻一摁就收回去了。而且扶手的角度是多级各调，可以针对不同身材的人进行使用。那座椅呢，前后不仅可调，而且角度有一个21度的座椅靠背角度调节。左侧的这个座椅往前，从最后到最前可以调255毫米；右边这个座椅从最后到最前可以调480毫米。可以说这个范围还是很大的，因此我觉得比7座版本贵了8000元，得到这么2个设计很用心的座椅还是比较值当的。那现在呢，我带大家去第3排看一下啊。这2个扶手之间的距离是20厘米，什么概念呢 ？GL8 的中间距离是18厘米，所以说人过来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。来到第3排，坐在这儿，首先它这个座椅明显比较低，我腿这么短，离这个坐垫还是有一定的距离，但是依旧是真皮打孔啊，感觉还是质感还是可以的。然后这个座椅靠背呢也是比较低，它这个头枕我可以感觉到卡在我肩胛骨的位置。边上呢有水杯架，而且这块还有空调的出风口，你看
还有这个触摸的这个呼吸灯的感觉，所以说整体第3排，我觉得对于我们小个子来说，临时坐一下完全够用了，而且在配置上还可以手机从这儿充电，所以对于个儿高的人就不要往第3排塞了。那关于这台车的空间呢，除了它这个座椅是6座以外，它可以完全放倒，第2排和第3排都可以完全放倒。放倒以后可以达到纯平，那这个时候它的储物空间也是相当可观的。在动力方面呢，这台车匹配了2台240千瓦的电动机，那最大扭矩输出可以达到840牛米啊，还是非常厉害的。而且它拥有一个70千瓦时的电池，最大续航呢，官方数据是355公里，而我们之家实际测的数据呢是260公里左右，这块可以说是它的一个小小的短板啊。那当然，我们测的这个数据跟天气、温度、路况都是有一定关系的，这里只是作为一个参考。还有一点想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蔚来这款车它设计之初呢，没有打算让大家经常打开前机盖子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要怎么加玻璃水呢？哎，这台车在这里有一个按这个板打开以后，直接就有这个加玻璃水的装置，收回去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蔚来呢，其实有点像保时捷的感觉，就是它上面有很多选装件，比如说我们这台车21英寸的轮圈呀，还有中控的那个 Nomi 啊，都是要加钱选装才可以的。那到底什么东西多少钱呢？蔚来有一个 APP， 上面就像 Apple Store 我们选配苹果手机一样，那这台车也可以选配你自己喜欢的车型，什么东西多少钱一目了然，买起来很方便。我想这也对它之前的市场的那种好的前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。总体来说呢，蔚来的6座版车型比7座版车型贵了8000元。我觉得主要就贵在了第2排2个设计很精巧、配置很齐全的座椅方面。而且呢，6座版车型根据国家的规定呢是可以6年一检，而7座车型呢要2年一检。在这方面也很明显，6座版车型呢会更加方便一些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橙子给大家带来的今天 PS8 6座版本的来电聊车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下期再见，拜拜。